最早看到这部片子是通过早已成为古董的 VHS 录像带，画面模糊，由于带子老化，经常会由于卡带、卷带而导致观影终止。那时我的身份还是儿子，但故事中的人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看过很多遍此片，我的身份也在人子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人父。故事中发生的背景已经成为陈年往事，但故事中的人物和情感仍无时无刻不在每一个家庭中上演，一代又一代，大戏永不变。当时的北爱尔兰共和军正致力于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。男主人公 Gary 是一个叛逆的青年，在他那上个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式的叛逆中，仍有着我们曾经的青春叛逆的影子。一天，当他和一帮青年飞檐走壁做梁上军死的时候，被误认为是共和军。在被英军追击时，险些暴露了共和军的枪械库。就在他被枪抵住时， Gary 的父亲第一次出现，反复求情，保住了儿子的性命。为了让儿子保命，躲开是非之地，父亲拿出积蓄送儿子到伦敦暂避风头。和大多数父子一样，儿子对父亲是隔阂的。 Gary 看着苦口婆心劝自己走正道的父亲离去的身影时，忍不住喊了一声冷话，这让父亲感动不已。 Gary 没有按照父亲的安排去姨妈家，而是混迹于一帮嬉皮士中，花天酒地，醉生梦死。在争吵中， Gary 得罪了仇视北爱尔兰人的英国室友，吵闹之后和伙伴保罗来到了公园，在公园躺椅上过夜。此时附近的咖啡馆突然发生爆炸， Gary 和保罗也因此被捕入狱，遭到刑讯逼供。保罗屈打成招，警察逼迫 Gary 认罪， Gary 死活不从。于是警察便威胁 Gary， 如不认罪便要杀死他的父亲。 Gary 崩溃了，在认罪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在监狱里， Gary 遇见了同样被抓进来的父亲，他向父亲保证自己没有参与爆炸案。看着崩溃的儿子，父亲拥抱他，鼓励他要坚持下去。随着民众愤怒的升温，要求枪毙 Gary 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，检方无视 Gary 提出的相关不在场证据。最终 Gary、保罗二人被判终身监禁， Gary 的父亲被判了12年，父子俩被押往另一所监狱服刑。已经身心疲惫的父亲仍鼓励儿子坚持住，等到正义到来的那一天。这时，一个被俘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供出了爆炸案的真凶，但警方封锁消息，包括 Gary 和父亲在内的冤狱者继续服刑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这个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将爆炸案的真情告知了 Gary 父子。 Gary 父亲指责了共和军滥杀无辜的行为，然后为包括儿子在内的蒙冤者疾呼。 Gary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多年后，一个英国女律师出现在父子面前，当得知相关证据线索后，律师四处奔走。 Gary 的父亲也因为身体虚弱濒临死亡。在狱中， Gary 第一次和父亲深入畅谈童年时父亲对他的关爱的瞬间，那些难以忘怀的话语和气息。父亲向 Gary 交代了后事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 Gary 的母亲，希望自己死后 Gary 能好好照顾妈妈。当夜父亲去世，父亲的离去让 Gary 变得更加坚强，他发誓要为父亲、为自己和所有的蒙冤者伸张正义。在律师的努力下，终于拿到了可以证明 Gary 无罪的最大证据。在蒙冤15年后， Gary 终于被无罪释放。在法庭外，他发誓要为父亲伸冤，为所有的无辜的受害者伸冤。因父之名以一个特定的时期为背景，讲述了一个超越时代的故事。该片获得了第4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。父子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，亘古至今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，爱恨绵延，冷暖自知。 Gary 的形象是生动的，虽然有些习气，玩世不恭，但内心善良，有正义感。父亲则是一个寡言的男人，严厉起来甚至令 Gary 发怵，但父爱是深广博大并且奋不顾身。这部影片成功在通过一个社会事件塑造了一对父子的形象，在古老的胶片的气息中呈现了人间最可贵的情感之一。如果您的父亲仍在身边，您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回想一下你们人生中温暖的瞬间，心中感恩，感恩今生的遇见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补光说影为您分享好的故事、好的电影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喜欢的话请关注、订阅并点赞，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
我们下期见。